夜暴涨$110。美联储一句话，黄金被彻底点燃。可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周三的收盘还几乎纹丝不动，稳稳停在4036.3，市场屏住呼吸，等的就是那一纸决议。靴子落地，金价在盘后和亚洲时段直接起飞，白银也跟着一起往上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一波急拉到底是趋势真正反转的起点，还是又一场把人骗进场的诱多洗盘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，星期四，我们一起回顾隔夜这场被美联储引爆的行情，再看看今天该盯住哪些关口。老规矩，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，是帮你梳理行情的思路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钱是你自己的，最终的决定也请你自己拿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看收盘。周三黄金收在4036.3，几乎持平，微跌0.06%，白银反而收强，收在58.09，涨了将近1%。白银这次跑赢了黄金。第二，最大的推手就一个，美联储决议偏鸽，美债收益率继续往下走，靴子落地后，金价盘后被点燃。第三，今天最该盯的是黄金4077这道盖子，还有今晚要公布的美国2季度经济增长数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看整体的盘面情绪。周三这一天其实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段。决议公布之前，黄金几乎是横着走的，全天窄幅震荡，收盘定格在4036.3，跟前一天的4038.7比，只差了2块多钱，基本可以看作原地踏步。这是典型的重大事件前的观望，谁都不敢乱动，都在等美联储开口。这种死一样的平静，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信号，它说明市场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那一纸决议上，行情像一根被越拉越紧的弦，只等一个方向。而真正的爆发是在收盘之后，随着决议措辞偏向鸽派，金价在盘后和今晨亚洲时段一路走高，现在报到大约4146，比周三的收盘足足高出$110，涨幅接近3%。黄金几乎按兵不动，白银却小涨收强。这一平一涨的分化，本身就藏着这2天最值得琢磨的看点。谁在提前抢跑，谁又还在观望？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一句，也是我们节目的规矩，今天的头条数字锚定的是周三那根实实在在的收盘价4036.3，图上的线也画到这里为止。而4146是此刻的实时报价，是给你看方向、看情绪的参考，别把这个盘中的跳动当成昨天的收盘。顺便对一下昨天留的作业，昨天我给大家划的第一生命线是4000整数关，结果周三收在4036，稳稳守住了。给白银画的56.2，底部也没破。可以说昨天那句4000别急着研破，这次算是说对了。那我们把镜头拉近，仔细看黄金自己的走法。周三全天金价被死死压在一个很窄的箱体里，最高也就摸到前期的阻力附近，最低守在4000关口上方，买卖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，量能也明显萎缩。这就是标准的决议前地量。所谓地量，就是成交极度清淡，大家都把手缩回口袋里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收盘4036.3，说明多头虽然没能主动进攻，但4000这道防线守得很扎实，空头也没能趁着决议前的紧张情绪把价格往下砸。从更大的周期看，这几天黄金其实一直在4000到4077这个不到$80的窄箱里来回磨了差不多1周。这种长时间的横盘收敛，往往是变盘的前奏，就像水烧到快开，锅盖被越顶越高，
区别只在于最后往哪个方向先开。周三美联储这把火恰好给了他一个方向。真正有意思的是，收盘之后那一下，决议一出，压制金价的两座大山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同时松动，金价像被松开的弹簧一样弹起来，直接冲过了4077，这个我们盯了好几天的盖子，现在挂在4146附近。但你一定要冷静，这根大阳线是画在周三收盘之后的，它还没有经过一个完整交易日的确认，这中间的差别比你想象的要大。盘后和亚洲时段成交相对清淡，几笔大单就能把价格顶得很高。可等到欧美主力资金今晚回到牌桌上，愿不愿意在这个价位继续接力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换句话说，突破的苗头有了，但站稳还没有。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反复掂量的核心。再把目光转向白银，这一次白银是主角之一，走得比黄金还硬气。周三白银收在 58.09， 涨了将近1%，而同一天黄金几乎没动。这一涨一平之间，金银比价从昨天的大约 70.2 回落到了 69.5 附近，这个信号值得记一下。给不熟悉的朋友解释一下，金银比价就是买1盎司黄金要花掉多少盎司白银。现在这个数字大约在 69.5， 意思是1盎司黄金约等于 69.5 盎司白银。这个比值往下走，说明白银比黄金更强势。白银是黄金的高弹性表亲，它盘子小，又有一半是工业金属的身份，涨起来往往比黄金猛，跌起来也比黄金狠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急脾气。这一次风险情绪一回暖，资金先扑向了弹性更大的白银，所以白银领涨，比价压缩。不过要泼一盆冷水， 58.09 已经很贴近它上方 58.7 的阻力了。白银这波强更多是前期跌得太狠之后的超跌反弹，还谈不上真正翻身。能不能一鼓作气站上 58.7， 才是检验它有没有真本事的试金石。站不上去，就还是箱体里的一次冲高而已。聊完两个品种，我们说说这轮行情真正的发动机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。这两个是压在黄金头上最直接的两只手。周三之前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连着几天往下走，从 4.69 一路滑到 4.61 附近，这本来就是利多黄金的。为什么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黄金这东西拿在手里是不生息的，它不像存款，不像债券会给你利息，所以当美债收益率高，把钱存进去能拿到实打实的高回报时，大家自然不爱拿黄金，这叫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变高。你可以这么想，隔壁的定期存款给你 5% 的稳稳利息，你手里这块金子却1分钱不生，光是干看着，你心里当然会犯嘀咕。反过来，收益率一往下掉，存钱的吸引力变小，那点利息诱惑没了，黄金这种不生息但能保值抗通胀的资产就重新香起来了。美元也是同一个道理，黄金是用美元标价的，美元一走弱，其他国家的人用本国货币换算下来买黄金就更便宜，需求自然就被撬动起来。周三的关键就在于美联储决议之前，这两只手其实已经在松劲，收益率在跌，美元也不强。之所以金价白天没涨，是因为大家都不敢在决议揭晓前下重注，避险的资金还堵在美元里。等决议一落地，鸽派信号一确认，堵着的这股力量瞬间释放，收益率和美元双双走软，金价才在盘后被一口气顶上去。看懂了这个传导链条，你就明白这波拉升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憋了好几天的能量集中爆发。再说说避险这条线，这一次金价的上涨，主角是货币政策，不是地缘冲突。目前也没有新的重大地缘事件在推波助澜，但避险这根弦始终不能松。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金融世界里的防空洞，平时没人注意，一旦头顶有风吹草动，不管是政策的不确定，还是地区局势的紧张，资金就会往里躲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即便这次没有战火，黄金长期的避险底色依然还在。它是那种你希望永远用不上，但必须常备的保险。眼下市场刚刚经历完美联储这道大坎，情绪偏向乐观，但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经济数据要出，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让避险需求重新抬头。所以别把这份平静当成理所当然，越是风平浪静，越要记得这层保护垫的价值。好，重头戏来了，我们正式拆一拆美联储这次到底说了什么。从金价盘后的反应倒推，这次决议的整体基调明显比市场原本担心的要偏鸽一些。市场此前普遍压住美联储会继续强调更高更久的高利率立场，也就是把利率在高位多按一阵子，压一压还没完全降下来的通胀。可结果出来，措辞给出的信号没那么强硬，甚至暗示后面转向宽松的门开得更大了一点。市场立刻解读为这一轮加息紧缩的尾声更近了，这才有了收益率下行、美元走软、金价盘后起飞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说白了，市场原本准备挨一顿鹰派的骂，结果等来的是一句相对温和的话，悬着的心一落地，钱就往黄金和白银里涌。那为什么美联储的一句话对黄金的杀伤力或者推动力这么大？核心就俩字：利率，更准确说是实际利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你的钱真正的购买力回报。实际利率越高，黄金越难受。实际利率一往下走，黄金就如鱼得水。美联储偏鸽，意味着未来降息的想象空间被打开，实际利率的顶大概率已经见到，这对不升息的黄金是实打实的长期利好。但我也要给你留个心眼，把话说全。偏鸽不等于马上大放水，美联储嘴上松，脚下未必真动。通胀这只拦路虎还没被彻底打服，如果接下来的数据显示物价又有反复，美联储完全可能反口，重新收紧口风。所以这波因鸽派预期而起的上涨，最怕的就是预期打太满之后，被现实数据一巴掌打回来。这也是我把这轮拉升定性为需要确认而不是板上钉钉的原因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我们把关键位一个一个过。下方第一道支撑还是4000整数关，这是心理和技术的双重防线。为什么整数关这么重要？因为它是无数人下意识挂单的地方，想抄底的买盘、设止损的卖盘，都爱聚在这种好记的整数上。久而久之，它就成了一道真实存在的攻防线。周三收盘4036.3，稳稳站在它上面。只要这道线不丢，多头的地基就还在。上方第一道压力是4077，这是前几天反复压制金价的盖子。现在盘后价格冲上去了，但记住，盘后冲上不算数，必须等一个完整交易日有效收在4077上方，才算把这道盖子真正踩碎。那时候上面看向50日均线4192.51带。反过来，如果今天金价重新跌回4077下方，甚至失守4000，那这波盘后的急拉就要打上假突破的问号了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黄金目前的14日 RSI 大约在 43.8。 简单说一句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数值越高越接近超买，越低越接近超卖。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43.8这个位置处在中性偏弱的区间，既没有超买，也谈不上超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周三收盘时，金价的动能还没被打满，上方还有腾挪的空间。如果今天多头顺着盘后的势头往上打， RSI 从中性区间往上走，是可以支撑一段像样反弹的。这一点恰好呼应了开头那个问题，动能还没透支，说明这波急拉不见得是最后一冲，理论上还有继续往上走的余力。但反过来我也得提醒你， RSI 只是个参考，它衡量的是涨跌的力气，不代表方向一定对。真正拍板的还是价格能不能守住关键位。
白银的技术面，逻辑跟黄金一致，位置更关键。上方紧盯 58.7 这道阻力，周三收的 58.09 已经贴到他脸上了，能不能一鼓作气收上去，决定了白银是真突破还是又一次冲高回落。下方支撑看 56.2， 这是他最近反复测试的底。白银的14日 RSI 大约在 43.5， 同样是中性偏弱，远没到超买。这意味着只要黄金给力，风险情绪不熄火，白银凭着它的高弹性，短线反弹的力气比黄金更足。但也别忘了，它跌起来同样更狠。说到这里，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，讲讲风险。这波盘后的急拉看着很爽，但请务必保持冷静。所有的突破，在被一个完整交易日确认之前，都只是看起来突破。追高最怕的就是买在情绪最亢奋的那一口。市场刚过完美联储这道坎，情绪容易一边倒。而今晚还有经济数据，周五还有通胀数据，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让行情反向。请你务必谨慎，管好仓位，留足余地，别让一时的兴奋替你做决定。记住一句老话，机会永远都有，但本金只有一份，活得久才有资格谈收益。好，我们来到最关键的后市展望，分短线和长线两头看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今天和这周最该盯的就是3件事。第一是关口，黄金上方4077是多空的生死手，站稳它，并且能在一个完整交易日里有效收上去，才算把空头的盖子真正踩碎。之后向上看50日均线 4192.5 那一带。反过来，如果金价重新跌回4077下方，甚至失守4000整数关，那这波盘后急拉就要被定性为假突破。下方回看3990，乃至周三留下的低点区域。第二是数据，也就是本周关注的重头。今晚美国要公布2季度经济增长初值，看的是经济到底是软着陆还是在降温。紧接着周五还有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。 这2个数据是本周后半段最大的波动源。如果增长不弱，通胀又降温，那就是金发女孩式的完美剧本，鸽派故事能续写。可要是通胀意外反弹，刚点燃的这把火随时可能被浇灭。第三是白银的 58.7， 它要是能站上去，就是风险情绪真正回暖的旁证。反过来站不稳，说明这波反弹的成色还要打个折。再往后看，下周还有更硬的骨头。月初通常会迎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， 以及分量最重的月度非农就业报告。这些就业和景气数据会进一步校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节奏的预期。所以短线这几天行情大概率是数据驱动的高波动，追涨杀跌都得格外小心，宁可等确认，也别抢那1-2美元的头啖汤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这才是黄金真正的底色。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甚至1-2年，支撑金价的那几根大梁一根没少。全球央行还在1年又1年的持续增持黄金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储备找一个不依赖单一货币的压舱石。去美元化的大方向没变，越来越多国家在结算和储备上给黄金留位置。美国债务高企，财政压力越滚越大，也让黄金这种没有交易对手风险的硬资产更受青睐。再加上现在美联储偏鸽，实际利率的顶大概率已经见到，这几条叠加起来都是结构性的，以年为单位的长期利多，短期的1-2根 K 线晃动撼动不了这个大方向。所以我的看法是短线偏谨慎，长线偏乐观。短线要提防鸽派预期打太满之后的回踩，但中长期的向上大方向我依然看好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急拉到底是反转还是诱多？我的判断是方向大概率对，但需要确认。只要黄金今天能有效站稳4077，不跌回4000下方，这就是趋势反转的起点。可一旦重新跌回4000以下，那这一夜的狂欢
就要重新打回洗盘，甚至假摔来看。一句话送给你：突破要等收盘确认，别为盘后的一根阳线上头。你觉得今天金价能不能有效站稳4077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再次郑重提醒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思路整理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请你务必独立判断，谨慎决策，所有盈亏都由自己承担。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上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我们的更新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